大家好，我是杰瑞。前3期视频呢，让本 UP 感觉到在冬季开始一个园艺频道真的是不容易啊。今天用了满屏的美图把你们骗进来，是想跟你们聊一聊我今年的紫色花园计划 ，AKA 育苗花种分享。从去年9月开始秋播呢，加上我1月开始育苗的美发发，种类已经将近有30种了。我将分为以下几种一一分享。第一类算是我已经小试牛刀的10个品种了。我的第一波种子来源于19年在亚马逊上购买的第一包混合花种包 ，Dazzling Blue， 令人眼花缭乱的蓝色。你们看这图片，完全就是长在我审美点上的混合种子嘛。里面有9种不同的品种 ：Morning Glory 牵牛花 ，Bachelor's Buttons 矢车菊 ，Chinese Forget Me Not 中国勿忘我 ，Loving a Mist 爱在雾中，或是叫做黑种花 ，Baby Blue Eyes 粉蝶花 ，Blue Pine 鲁冰花 ，Blue Flax 蓝色亚麻。这7种呢是我今年又继续单独回购的品种，还有2种其他的花，一个是球吉利，还有另外一个是加州蓝铃花，我就没有再买了。我回去翻看了一下19年播种时候的视频，手法也是相当之大气了，因为包装上写一共有大概3万颗种子，然后我买了大概10个宜家的收纳盒。完全没有在考虑间距之类的问题，反正就是撒满了事。请看一下2周之内就已经长疯了的盒子们，请把大气打在公屏上。可惜当时已经6月了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当时已经过了大部分花的花期，所以第1年基本上就养了个寂寞。看了几朵盛开的蓝色牵牛花吧，不过也很美了。之后就没有怎么管它们。冬去春来，第2年试验田又开始自己焕发生机。在夏天的时候呢，算是收获了一波蓝色海洋，矢车菊跟球吉利花接连爆盆，美死我了。这当中呢，我也偶尔发现了几朵 Loving a Mist 和 Baby Blue Eyes， 还有叶子很特别但并没有开花的鲁冰花。前2年是几乎在让它们野生野长、没有施肥的情况下进行实验。今年呢，我已经把它们单独播在盒里面了，而且我就把它们那样裸放在寒冷的室外，经过几次强降温，大部分都还是存活了下来。我们再看看未来这1、2个月吧，像这个周末费城的气温就已经跌破了-7、-8度，我感觉它们有点生命垂危，但也是做实验嘛。也比较懒，我不打算去做什么措施。如果它们死翘翘了的话，我可能等稍微暖一点就再播一批种子。OK， 那第2组这6个品种呢，是我去年有从苗圃买一些成熟的植物回来养，但今年是第1次育种的发发。这里面有 Columbine 楼斗菜。Larkspur 飞燕草，或者是叫翠雀，在我上一个插花视频里有出现。Delphinium 大花飞燕草，飞燕草的表情。我买的这个品种是第1年开花的品种，不需要等到第2年，所以很期待。Erigeum 刺芹，也是我在上一期插花有用到的品种。Ageratum 藿香剂 ，Viola 角堇。这几种花也可以说是去年我家阳台上的当家花旦了，承包了我整个花季的欢乐。接下来这厚厚的一沓就是一些令人兴奋的新朋友啦。香豌豆 Blue Ripple， 下单的时候手滑，还多下了1包。秋天的时候呢，已经种下一波了，现在是长着小苗苗在寒风中摇摆，所以我又播了一些。今年希望它能爬满我们家那一段小小的栅栏。听说它的香味也很好闻，特别期待。Phlox 福禄考，平时做公园植物设计的时候用的比较多。还有耐阴的品种，也有可以常年直晒的品种，是比较皮实的地贝，而且有很多长在我心尖尖上的蓝紫色。这一款呢，好像是 Floret 农场今年的新品种，花色很特别，期待。虞美人 Poppy，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花种，只是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美图。但当我看到这个官图的时候，就觉得啊，这种灰紫色也太复古、太有质感了吧。然后旁边的这个 Brassic Poppy 好像也是 Floret 今年的新品种，哇，它那种羽毛般的质感，有一种复古舞女拿着扇子的那种感觉。
而且也是淡淡的紫色啊，超级期待。Lisianthus， 洋桔梗，小时候是看彭于晏演的一部偶像剧认识的这个花。然后前几年我跟我爸妈去附近的一个花场采花的时候，还闹了一个笑话。当时给我们工具的小哥没有跟我们讲清楚什么花可以剪，什么花不可以剪，我就以为田里开着的都可以剪，我就猛剪了一通。后来给钱的时候刚好遇到老板，老板可心痛了。他说这个花这个季节是不能剪的，我们是留在那儿作为保存的。他说而且你给我剪得这么深，我这个植物明年就废了。哎，我好心痛啊！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。现在我自己入了这个种子，然后自己开始育苗，我才真的懂老板的那种心痛。因为我秋天的时候把它播下去，现在已经多久了？9、10、11、12、1月，已经快半年了。它真的就长了这么咪咪小、这么咪咪小的一点小芽出来，它真的是超级需要耐心的一个品种。而且你看它的种子，超级无敌的迷你。我知道它特别的难养活，所以看到那么多美丽的品种，我也就先下单了一种来试试看。如果手气还不错的话，明年就再多入一些。China Aster 紫苑，这个算是菊花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感觉美国的菊花品种跟国内能见到的真的不能比。但这个所谓的 China Aster 呢，我在国内好像又没怎么见到过。这个品种也是有很多深深浅浅的紫色，超级喜欢。今年先入了这一款浅紫色来试试水。最后是3种不同的绿色花花啦，像这个 Bells of Island 贝壳花，它也是可以越冬的品种，我秋天就已经播下了。它现在正在外面的寒风中摇摆。Zinnia 就是最皮实、最方便的花花了，在外面可以付钱去摘的野花农场，几乎都是以 Zinnia 为主打的。它有很多很艳的颜色，我都不是很喜欢。直到我看到这一个绿色为主的品种，我才决定试一试。毕竟那么皮实嘛，如果能有一片这样的百日草，应该也蛮有成就感的。最后这个绿紫色的太阳花还在路上，没有到家。这是 Johnny Seeds 今年新培育出的绿紫色太阳花品种。我看到的时候也是很激动了。因为太阳花本身是黄色系为主，所以我对它也没有过多关注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很期待今年夏天能收获几株巨大的太阳花。好啦，最后这一组我姑且叫它其他经典款吧。对于我来说也是想要试试看的新种子。有3份蓝紫色的花花，第一个也是我在插花视频里有用到的品种 Stock 紫罗兰 ，Status 勿忘我，比较浅的薰衣草紫色，感觉会更温柔一点，很期待。Salvia 鼠尾草，鼠尾草品种相当多了，在景观设计的种植盘中也是常客，但这种1年生的品种会有更长的花径，更适合用来当鲜切花。另外这3种白色的小花，算是我很期待的 filler 吧。Feverfield 小白菊，白色的可爱小纽扣 ，Strawflower 麦秆菊，长得像干花的鲜切花 ，Baby's Breath 满天星，很经典的花店品种了。今年准备要培育的花花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其实我最近应该还有一些跟花友交换的品种，刚刚播种的蔬菜水果，以及正在我家外面越冬的灌木小哥哥小姐姐们。做完这一期视频，也非常让我期待今年的开花季。有哪种花是你的最爱，特别戳到你吗？要记得弹幕或者留言让我知道哦。之后我也会继续跟大家报告这些花花的情况了。那我们下期见。